傻夫君，表妹早就怀了三皇子的种，拿你当挡箭牌呢。可怜的婆母，公爹真正喜欢的人就是表妹的亲娘啊。痴情的小姑啊，你未婚夫念念不忘的白月光正是表妹呀。三皇子登基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抄了侯府，我可不想死，拿了和离书走人就是。抄家！你听见了？签了他，从此你我一刀两断，再无干系。我所在的世界是本叫《盛世宠妃》的小说，女主白幼薇是我夫君的表妹，她和三皇子一见钟情，利用两个男婢对她的爱慕，给三皇子铺路，而我只是个被逼和离、抑郁而终的炮灰，到死都还念着京城侯府。但现在，我要改写这个结局。沈婉宁，你身为侯府夫人，竟然如此不知羞耻！给我4头汤药，逼我圆房，这就是你作为世家贵女的风范吗？还说我，你呢？跟我成亲5年，就因为爱慕你那位扶风若柳的表妹，让我活生生守寡了5年。要是京城里的人知道，堂堂侯府少夫人还是处子之身，岂不笑掉大牙？表嫂，你这是想逼我去死啊！我没脸再活在世上了。幼薇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说了我会娶你，就不会食言。可是表嫂她并不想和离啊。原来她是担心这个。签好了，该你了。我这傻夫君上拱头休妻，要给白幼薇名分。谁的声音？是婉宁。殊不知白幼薇早就怀了三皇子的种，拿她当挡箭牌呢。什么？幼薇怀了三皇子的孩子？这怎么可能？和离好啊，老娘才不喜欢这种有媳妇心里还惦记其他女人的渣男呢。看我做什么？签字啊！这什么表情？难道想起自己昨晚其实什么都没跟白幼韵做了？他怎么会知道？表哥这是怎么了？也真是怪可怜的，一大把年纪了，还没尝过女人的滋味，被人算计了都不知道。白幼欣故意伪造痕迹，割破手臂滴血在床单上，这种小把戏，随便一个老模子都能看穿。伪造痕迹？好你个白幼薇，竟敢骗我！不过以傻夫君的智商，这辈子都不会有真相大白的那天了。我好，真是好得很。想来是这笔木质松脆，不经用，换一支便是。再去给世子取支笔来。表嫂，你不愿意和离直说便是，没必要搞这种小把戏。被劣质的笔，一支笔断了，还有千千万万支。男人也有千千万个，不止我这夫君和三皇子，这满京城还有多少世家公子是你裙下之臣？哦，对了，他不是准备了千千万万颗爱心石头，送给他的爱慕者们。不知道傻夫君有没有收到？世子，表哥怎么还不签？不会反悔了吧？表哥，你跟表嫂是家族联姻，和离实在是太为难你了。我还是离开侯府，找个寺庙青灯古佛了却残生。这个绿茶又开始了。你瞧瞧，心心念念的人投怀送抱，他怎么还是这副脸色？夫人，陆征这蠢货，现在越是跟白幼薇亲近，后面三皇子继位就越恨他。他是怎么死的来着？在边关被困，三皇子拦下战报，不派援军，不知粮草。陆征含泪下令以城中老幼为食，最终兵败，被做成人质挂在敌军墙头，受万箭穿心而死。而白幼如以大义灭亲为名，把陆征写给他的以人肉为食心信公之于众，状告他通敌叛国。我拼死戍边，他竟以大义之名告我通敌叛国。他送给陆征的香囊和送三皇子那个几乎一模一样。就陆征这双眼睛，
这辈子都看不出来。数年倾心尽是虚情假意，我竟被他蒙骗至今，当真是荒唐又可笑。表哥，原来真是我错怪他了。陆征，你和离书上的字还没签呢。不签也罢。是你气跑了表哥。你是眼睛瞎还是耳朵聋？我什么时候气他了？我还想说是你搔首弄姿扑到我夫君怀里，把我夫君吓跑了呢。哼，勾栏女子一般的做派，不知检点。嬷嬷，世子夫人，老夫人请您过去。走吧，别让老夫人等急了。哎呦，我的幼薇呀，是不是你表嫂欺负你了？说出来，姨母给你做主。姨母，女子名声是顶顶重要的。表嫂她说幼文实在说不出口。我知道我家道中落，寄人篱下，可表嫂也不应该如此诋毁我呀。我们陆沈两家是结亲，不是结仇。像你这般德行欠佳、信口雌黄的媳妇，我们陆家要不起。今日你拿了和离书，收拾东西，速速离开侯府回家去。此后你和真儿各自嫁娶，互不相干。我也想走啊。奇怪，这不是婉宁的声音吗？可她没开口啊。可是陆征不签字，和离书没办法生效。再说那白幼玉，在我给陆征的迷药里加上少剂量的合欢散，大晚上故意穿的清凉去书房，不是勾拢女子的做派，那是什么？幼薇能做这种事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也想走啊，可是陆征的和离书还没给我呢。肯定是我病太久，出现异症了。是不是你把真儿闹怕了，他出去躲你了？表哥本来都要签字了，表嫂丫鬟拿来的笔却突然断了，不知道表嫂安的什么心。姨母，药好了，趁热喝。还是幼薇有心，专门去找他师傅给我开了这副药方，让我这把老骨头也能多撑些时日。呸呸呸！姨母，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。完了完了，我该怎么告诉婆母？白幼薇给的药方是治病的药方不假，可是配上房间里这熏香，能直接要了婆母的命。她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风寒，本来很快就能痊愈，都是白幼莹用了这种慢性毒药，才让婆母一病不起。婆母看似晚上能睡着了，可每日清晨起床总是一身虚汗，头晕欲眩，一天比一天乏力。到底要不要告诉婆母？毕竟入府初期她对我挺好的。我刚嫁进来那会儿，婆母待我是真的好。那是陆征刚奉命出征，我一个人病倒，是他衣不解带守着我。好孩子，你刚嫁进来，征儿就出征了，委屈你了。还特意请了江南的厨子来解我的思乡之苦。小姑跟我性子相投，我们很快就处成了姐妹。嫂嫂，你这脾气跟我一模一样。我娘说我是家里的混世魔王，往后咱俩一起混。你娘说的没错，就你这脾气是得有人管着。哼，你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只是陆征带着白幼薇回来之后，什么都变了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老夫人和陆月望着他的眼神也一天天变得不同。
白幼薇7岁时便被接进了府，婆母一直将她带在身边，细心照料。好孩子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。毕竟是半个女儿。表嫂，你怎么能这样啊？姨母的药好不容易才熬好的。屋里人都看见了，这药明明是婆母自己推开时失手打碎的，怎么就成我的错了？算了，还是找个机会请个太医来给婆娘诊治吧。要是我直接跟她说，她肯定不信。上次她摔跤，我说白幼云的按摩手法不对，她都说我看不得白幼云对她孝顺。直到大夫来纠正了白幼薇的手法，她才知道错怪我了。可不也没舍得说白幼薇一句吗？我何必当这个烂好人呢？先前我那般指责婉宁，平白错怪了她，我还道她容不下幼元，原是我是非不分，委屈了这孩子。再去熬一碗来，仔细着些，别再摔了。不用了。王嬷嬷，拿着我的羹帖去把宋太医请来。是。我倒要看看是谁要害我。老夫人这脉象风寒早已不重，本不至于拖到如今。敢问这屋里的熏香用了多久了？不过是寻常安神香，姨母睡眠不好，我特意备的，已用了2、3月了。这香料本身无害，然而与老夫人所服的药方同用，日积月累便会相互牵制，耗损根基，令人愈发虚乏，难以痊愈。太医，这当真如此？我备这香时，师父并未提及有何禁忌啊。药方是治病的药方，香料是安神的香料，单拿出哪一样都挑不出毛病，偏生这2样合在一处，就成了慢性毒药。这手段说出去谁都不信是故意为之。幼薇，这香是你亲自选的？姨母，我一心只想让你睡得安稳，从未想过会害你，你要信我啊！老夫人只需停了这香料，换回寻常汤药调理，月余便可大好。这熏香是你亲手制办的，饲料来源又是何处？王嬷嬷，把屋里的香笼都撤了。婆母这辈子最疼幼薇，如今心里头的裂缝算是开了。娘，何公子又差人送了聚宝阁最新款的首饰来。这是怎么了？娘，何公子差人送了聚宝阁最新款的首饰来，你瞧瞧这做工。放着吧。表妹，你瞧这只金钗好看吗？好看，表姐眼光向来好。何少这人惯会做2面功夫，把最好的东西私下送给白幼云，次一等的才拿来给陆月，陆月还当他大方体贴，捧在心尖上疼。却不知这多盘里最出挑的那几样，早就进了白幼云的香笼了。嫂嫂，你方才说什么？我没说话啊。表姐，怎么了？往日亲密无间，如今想来全是假意。我当真瞎了眼，被你们2人联手蒙骗这么久。以前我劝过他。说何少不是良配，他不信，还让白幼薇从中劝着，说我不过是嫉妒他。唉，好言难劝，该死鬼啊！今日就把这虚假的一切彻底撕碎。
跟我走！表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放开我！老夫人，您没事吧？婉宁，你跟去看看，别让月月闹出事来。表姐，到底怎么了？你倒是说话啊！白幼薇肚子里揣着三皇子的种，要是陆月今日真让白幼薇出了事，以三皇子那种阴险小人的性子，说不定会背地找法子悄悄弄死陆月。唉，我到底要不要上去拦一拦陆月这个没脑子的？表嫂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表姐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你跟她说了什么？你问我，我还想问你呢。你做了什么，自己心里没数吗？表姐，是不是表嫂跟你说了什么？我可以解释的，你不能什么都不问我就生我的气啊！当真是会甩锅呢。我想去你房里坐坐。你真是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我哪里得罪你了呢。表小姐、大小姐、世子夫人，月月，我今日让迎春他们整理杂物，房间乱成一团，没法下脚。我们还是先去你那里坐吧。我最近得了一件稀罕玩意儿，你替我长长眼。哼，大小姐，里头乱得很，你要不信？表姐，你听我说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是哪样？这些都是我跟何公子买的，想托人寄回边关售卖，做些小本生意贴补家用。我家道中落，不得不如此。你别多想。你拿什么银子买的？聚宝阁概不赊账，这满京城谁不知道？就连我娘去了，掌柜都要看银票的。你一个寄住在侯府的表小姐，哪来这许多银钱买下这一屋子的东西？表姐，我也是没办法，家里实在艰难，我只想着自己挣一条出。家中困难，那你为何从不跟我提？表小姐这是答不上来了，方才还哭得那样委屈可怜，什么家里艰难？前儿我还见她带了只赤金襁褓的簪子，那成色比咱们府里二等丫鬟的头面都体面。小声些，子欣被听见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姑娘待她素来不薄，这般装腔弄事博同情，未免太没良心了。说不出来了吧？聚宝阁只有一个人在上京能先拿货后付账，那就是何家未来少夫人陆月。白幼薇这个身份，拿什么换来这一屋子东西？不言而喻。表姐，你信我，我跟何公子之间清清白白，这些东西不过是……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晕得真及时。大小姐，世子夫人，我家小姐她受不住了，我去请大夫。你瞧瞧，这脚步跑得倒快。夫人，她这是去请大夫。去请谁，一会儿便知道了。把表小姐抬到床上去。这可是内院，怎么连何公子也一并过来了？有薇，不必劳烦这位先生了。世子夫人，我家小姐都已经昏迷了，你不让大夫诊治，这是要她的命吗？沈婉宁，这侯府还轮不到你做主。你得了吧，这里更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宋太医还在府上，劳烦请来给表小姐诊一诊。
我自知容不下自己，打算动身返回边关投奔母亲，从此青灯古佛度日，只愿姨母、表哥、表姐往后平安顺累。上京离边关路途遥远，他孤身一人怎么回去？他又没有犯错，侯府难道连这点容人之量都没有？他那些东西是我看在月月的面子上施给他的，要怪就怪我，与他无关。何少不愧是商人，三两句话就把侯府架在道德的高台上。这位大夫是我专程请来的，沈婉宁，你凭什么换人？宋太医是婆母的太医，给侯府中人看诊，天经地义。倒是你请来的这位先生，不知是哪家医馆的。何公子与我家表小姐素来熟络，这请大夫的速度也未免太快了些。老夫人啊，不知道世子夫人安的什么心，我家小姐都已昏迷，她却不让大夫给她诊治，这不是想要了我家小姐的命吗？沈婉宁，你刻意阻拦大夫究竟是何用意？何公子，你踩在侯府的地毛上，倒来教我侯府的规矩。麻烦宋太医给我家表小姐看看。有柔，你没事吧？月月，你别多想，我跟幼月之间清清白白。我今日过来不过是担心何少，你不用解释了。若不是你从中作梗，刻意挑拨，怎会闹成如今这般局面？今日我定要讨一个说法。在侯府地界肆意喧哗，顶撞主母，你眼里还有半点礼数？表哥，我不知道哪里惹表嫂和月月生厌了，我这就回边关。此番回去，我找个姑子庙绞了头发，从此青灯古佛，只愿姨母和表哥表姐余生康健。侯府的家事，轮不到外人插手。我不过是担心幼薇在侯府受委屈，陆世子何必？何公子，侯府的门槛不是谁都能进的。何公子，你的大恩大德又会铭记于心，这辈子无以回报，下辈子又会愿意为你做牛做马。你走吧，别因为我惹得你和表姐之间生了间隙。月月，我不会同意解除婚约的，可我也不能放任幼辉一人回边关，你别任性。几句虚情假意的场面话，就想颠倒黑白漫出，未免太过天真。月月，你……何公子急什么？沈婉宁，你滚开！这香囊可是白幼薇精心缝制的定情信物呢。我的天，快看姑娘手里那折眉带小流扣的香囊，居然何公子也有。前些日子世子也天天戴这个，针脚都分毫不差。你们这都算旧闻了，上月还见他叫人送了个一样的去三皇子府，合着是成批绣了到处撒，装可怜的功夫，各路贵人都打点遍了。这香囊是白幼人绣的吧？我竟不知你俩亲密到如此地步，你还敢跟我说你们之间清清白白？这不过是寻常之物，你多想了。寻常之物？你当我眼瞎吗？表哥，表哥救我！表哥！众人联手欺凌一个弱女子，侯府的体面都被你们丢尽了。此物是他亲手所绣，你是日日佩戴在，
这份私情还要伪装到何时？铁证摆在眼前，再多伪装也毫无用处。他依仗数位之人庇护，最坚实的后盾便是公爹。好了，你们要怪就怪我，是我不自量力的喜欢上佑薇，不关他的事。月月，我会努力克制对佑薇的爱，你是我永远的妻子。我们侯府的人，你没资格带走。哥，他要走你就让他走，像这种白眼狼，我们侯府供不起。表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我心意已决，绝不会丢下佑薇。今日之事，我一人承担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！速速上前为老夫人诊治。母亲，您感觉如何？算算日子，公爹快带赵玉茹回侯府了。当年跟镇远侯定亲的本是赵玉茹，婆母的夫婿本是承恩侯，是赵玉茹看上了承恩侯家的富贵，不想嫁给要镇守边疆、随时可能战死的镇远侯，故而在上花轿前迷晕了婆母，两人做了交换。后来赵玉茹欺骗镇远侯，诬陷婆母抢了他的姻缘，镇远侯信了，恨了婆母一辈子，主动申请镇守边境，为的不过是陪在赵玉茹身边。你说什么？我没说话啊。哥，你听见了吗？爹他跟赵玉茹……我先行离开，你保重。何公子，请吧。世子有令，表小姐院子里的人今日起不得随意出入。委屈表妹在院子里歇着吧，没有我的话，哪里都不必去了。表哥。世子，老奴看过了，这血迹不对。哪里不对？真正的落喉渗入布料的方式与这个不同，这块像是用器皿盛着从上往下滴的。再者，血量过多，位置也不自然。当晚的破绽一目了然，白幼玉故意制造假象，伪造痕迹，这种粗浅伎俩，府里年长的嬷嬷一眼就能看穿。陆征常年不近女色，一时才被蒙蔽。世子，宋太医到了，请他去白有为院子里候着。是。宋太医来给你看看。我没病，不用看。表哥，我好得很。伸手。表哥，你这是不信我吗？你是要逼我去死吗？闹够了吗？按住他！你们放开我！表哥，你疯了吗？我们之间的情分，你就这样对我？白幼薇当初在我给陆征的迷药里掺了依兰香，大晚上穿的清凉去书房，把陆征算计得明明白白。床单上的血是自己割破手臂滴上去的，一环扣一环，把陆征逼得不得不以为自己亏欠了他。
这一局他布得好，可惜算落了一件事，陆征身边还有侯府的老嬷嬷。世子，这脉象已有1月有余的喜脉。世子，这脉象已有1月有余的喜脉，做不得假。1个月，陆征跟白幼薇所谓的那晚，也不过就是1个月前的事。孩子是谁的，算算日子便清楚了。表哥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1个月，幼薇，你好得很。表哥，这孩子是你的，真的是你的，那晚明明是你。够了！严加看管，没有我的话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是。那孩子不是我的。孩子是三皇子的，白幼薇把陆征当挡箭牌，三皇子忌惮三皇子妃家族势力，不敢公然接白幼薇入府，才借了陆征这颗棋子。只可惜陆征这颗棋如今不好用了。谁？表小姐，殿下命我等接您离开，速速随我们走。人不见了！世子，院墙处发现踩踏痕迹，守夜的婆子被人迷晕，昨夜的事不必说了，是三皇子的人。传令下去，彻查府中所有仆妇，捉拿内应。另外盯紧三皇子府的动静，有任何消息，立刻来报。是。三皇子，征儿，这件事不能张扬。你跟三皇子扯上干系，侯府便是卷进了夺嫡的漩涡里，届时无论哪边赢了，我们都不好过。儿子知道。那白幼薇走了便走了，正好眼不见心不烦。你懂什么？这哪里是白幼薇走不走的事？三皇子既然敢接走白幼薇，便是不打算让这件事就此了结。他要的不只是白幼薇，他要的是侯反的兵权。老夫人，世子说的是，这件事若不早做打算……我知道了，让我想想。你今日不要出府。和离书。侯爷回来了。侯爷与赵夫人已经入府，即刻便到。有为呢？怎么不见他出来迎接？路上收到幼薇书信，说玉容妹妹身子一日弱过一日，我日夜悬心，这才急匆匆赶回来。幼薇现下可还好？二人藏了半生私情，演到此刻依旧不知疲倦。公爹当年主动戍守边关，只为守在赵玉茹身侧。如今婆母缠绵病榻，二人结伴归来，打的什么算盘？明眼人一望便知。身子不适，便该卧床休养，何苦出来走动？妹妹，你瘦得不成样子，我看着心里实在难受。幼慧究竟在哪儿？叫他出来见见他母亲。白幼薇已经不在侯府。什么叫不在府上？人去了何处？
昨夜三皇子派人悄悄将他接走。你是侯府主母，府中女子被人私自带走，你如何管家？来接幼薇的是三皇子手下，并非歹人，此事何来我的过错？你瞧瞧，这父子二人隔着一层隔阂，反倒像两户不相干的陌生人。你是侯府世子，幼薇在你眼皮底下被人带走，你就这般坐视不理？父亲不妨先听完整内情，再责弄于我。白幼薇早在入府前便与三皇子暗通卡曲，腹中怀有对方骨肉。你说什么？宋太医亲自诊脉确认，已有1月身孕。那晚他刻意设计算计我，床单上的落红是他自刻手臂伪造，我从未碰过他分毫。父亲，真相摆在眼前，他从头到尾都拿哥哥当掩护，替三皇子遮掩私情。幼瑶自幼在侯府长大，纵使犯错，也是我们教导不周，怎能任由三皇子将人带走，弃他不顾？父亲的意思是让我去三皇子府要人，自然要把人接回侯府。去三皇子府索要人，便是和皇子彻底撕破脸面，侯府会直接卷入夺嫡纷争。父亲可想清后果，此事你怎么看？我只求女儿平安无事。镇远侯一心偏袒赵玉茹母女，此番归府名为探病，实则是为扶持赵玉茹坐稳侯府主母之位，一切早有定数。夫人，三皇子府送来消息，小姐在府中受尽冷遇，还请夫人速速想办法。眼下最紧要的是玉容。夫人此话何意？宋太医停了安神熏香，那套法子行不通，换一种。把此物存入老夫人每日汤药，剂量极轻，不会被人轻易察觉。侯爷，玉容的熏香虽撤，我已暗中调换她汤水里一味辅药，药性缓慢，不易被太医察觉。正儿如今盯紧府中大小事宜，宋太医医术高明，若是暴露，如何收场？诊脉开药归宋太医，熬煮细送汤药全是府内婆子经手，只需打点好下人，绝不会出纰漏。玉容终究是我的发妻，侯爷，你我相守半生，幼薇如今无依无靠，倘若玉容继续执掌侯府中备，我与女儿永远名不正言不顺，往后再无依靠。你把握分寸，切莫闹出大动静。表嫂，你怎么在此处？里面是父亲和赵玉茹。赵玉茹暗中调换汤药药材，药性绵长缓慢，专门规避宋太医诊查。不出1月，婆母便会油尽灯枯，到时候她便能顺理成章顶替主母位置。你说她换了汤药药材？我未曾出声。婆母那边务必严加看管汤与吃食。昨夜回廊之事，你早就知晓赵玉茹暗中动手，知晓又如何？先前我说的话，无人愿意采信。从前他屡次提醒我们提防白幼辉、赵玉茹，我只当他擅度挑拨。如今回想，竟句句属实。从前是我错怪你了。人心皆是如此，不见铁证不肯醒悟。可惜许多事提醒在前，从来无人放在心上。眼下重中之重，婆母的汤药、膳食全部更换可靠人手看管，熬药送药都换成我身边亲信，绝不假手他人。私下约宋太医复诊药方，暗中查验药材，切勿打草惊蛇。往后府中任何变动，你都告知于我。好。姐姐胃口差，我亲手炖了燕窝粥送过来，尽一姐妹心意。是。月月，你也来看你母亲。路途劳顿，您好生歇息，送粥之事交给我便可。你倒是孝顺。
事后母亲进食，交给我就好。您歇着。这是我亲手炖煮，你大可放心。既然坦荡，不如请宋太医前来查验粥中食材。不过火候差异，何必小题大做？方才我让人取了厨房同批次燕窝，两相一对比，成色截然不同。粥里，你放了什么？此粥掺有微量损气血的药材，长期服用会损耗根基。你下毒谋害我们母亲，绝非我所为，定是厨房下人动手陷害。何离书，府中接连出事，眼下并非合适时机。当初白幼薇离开你说等父亲归来，如今侯爷回府，你又百般推脱，陆征，你究竟打算拖到何时？你不签字，我无法离府，可我根本不想留在这是非之地。你为何执意要走？三皇子迟早登基，镇远侯如今偏向赵玉饶等同于站在皇子阵营，来日新帝上位第一件事便是清算侯府满门，我何苦留在这里陪葬？抄家？我未曾出生。你定然知晓内情，如实告知我。我不知道你所言何事。父亲那边我自有安排，会妥善权衡利弊。那何离书呢？我不会签字，你只能留在侯府，哪里都不许去。这人当真像块甩不掉的牛皮糖。嫂嫂，你看看外面都是怎么编排你的。夫人，这是在说您？散播流言之人是何少，白幼卫困在三皇子府无法出头，他便抹黑我，顺带洗白白幼卫名声。贸然前去，只会落侯府仗势欺人的口舌，正中他下怀。家父来信，江南都听闻流言，沈家名声受损，何少下手太过狠毒。今日世家夫人们茶会，句句诋毁夫人。嫂嫂，一切听你安排，收集全部证据，他散播多少污名，我们便一一澄清，加倍奉还。夫人真的无需担忧流言。嬷嬷，往后采买各院往来账目，赵玉茹与侯爷私下书信，但凡有异动，全部悄悄邓抄留存，妥善藏在木箱夹层。是夫人，定当日日留心收集。这枚绣囊针法与白幼薇赠与三皇子之物完全一致，是当初从何少身上取下。流水账目写明，何少借陆家未婚少夫人身份，长期为白幼薇赊购贵重首饰。他四处污蔑表嫂善妒，如今物证摆在人前，世人自有评判。全部誊抄多份，送往各家世家府邸。是，老奴记下了。公子，各府都收到了侯府提抄的物证，城中舆论彻底反转。哼！沈婉宁，备车，去三皇子府。是。嫂嫂，流言大半平息了，人人皆知何少行事不堪。这不过是宅内小事，何少失利后只会全力依附三皇子，朝堂夺嫡才是真正大祸。夫人，何公子今日倾尽金银，悉数送入三皇子府。早年太后赏赐，本预备留给白幼薇生产保命，如今赠与你，快派人送往江南给你父亲。谢婆母。送你的。
这是皇后赏赐于你的珍贵料子，收下便是。往后有事尽管找我。何离书，先吃饭。今夜我留下。不行，你我是夫妻，我们是要和离的夫妻。圆什么坊？送客。和离书带来了。这5年是我亏欠了你，往后我发誓此生不纳妾，让你做上京最风光的正头娘子，我会弥补你。当初我句句忠告，你视而不见，如今再谈弥补，为时已晚。母亲告诉我，我与父亲在边关厮杀，国库空虚，粮草几近断绝，是你四处筹集军粮，又让你父亲的门生擅奏皇上献契。婉宁，我第一次知道你如此有谋略，勇敢无畏。此事上京人人皆知，你归府3年才从母亲口中听闻，你不觉得可笑吗？世子，侯爷传唤，说是边关出征军务，请您过去商议。我办完公事再来。夫人，侯爷这番传唤是何用意？此番出征看似差事，实则是三皇子布下的圈套，前路凶险重重。世子，宫中旨意已到，命您即刻启程奔赴边关。要走了。我走之后，你不要轻易出府，有事找陆月。何离书，你此番来，不只是辞行吧？殿下，这是我亲笔所写的和离书，落了印。你这是？边关凶险，三皇子一直视我为眼中钉，处处设下陷阱。若我不幸殒命沙场，烦请殿下亲手将此书交给内子沈晚年，并派人护送他平安回江南。你这是做最坏的打算，前路危机四伏，不得不提前为他做好安顿。你倒是想得周全，就是不知道那位世子夫人知不知道你的这番心意。我提前写好文书托付太子，是做好战死的最坏打算。若我埋骨边关，至少有人护他平安回江南。可只要我活着归来，我就还想再争一次，弥补5年亏欠。不到万不得已，绝不肯亲手放他走。出发！陆征临行前秘密去往太子府，提前拜好和离书托付太子。若是他在外遭遇不测，便护我平安返回江南。他思虑周全，可侯府失去他持衡，镇远侯与赵玉茹再无顾忌，往后才是真正的麻烦。从前所见的未来光景里，这一趟边关之行，便是他的死局。
征儿远赴边关，府中诸事今后由我全权做主。往后各院之人若要出侯府，必须提前透报管家登记报备，获准后方可外出。父亲，这般严苛管束是什么用意？外头局势纷乱，府中爹是附议，随意走动，极易招惹是非。严加管束是为安稳度日。名为管束复利，规避是非，实则是变相软禁我们三人，彻底切断我们与外界往来的所有消息渠道。父亲分明是把我们囚禁起来，此事定然有何兆，从中撺掇，他们三方联手，就是要困住我们。就只一个恩字，嫂嫂，如今我们被困府中，你总得拿个主意出来。不必急躁，他们能锁进院门，却堵不住传递消息的门路。你已有应对之法。大小姐、夫人，管家分派专人守在每处院门口，任何人进出都要细细盘问，登记姓名。这般看管，与囚犯没有半点区别。府里跟着婆娘多年，值得全然信任的旧人，你心中可有合适人选？针线房的李嬷嬷伺候我娘20年，忠心无二，绝对可靠。有她相助，便足够了。侯爷，三皇子那边一切打点妥当，只要陆征在边关出事，边关兵权便能落入您手中。届时您全力辅佐殿下，往后荣华富贵唾手可得。佑辉如今栖身三皇子府，只要殿下顺利登上帝位，他便能册封贵妃。唯有玉玲让出主母之位，我与女儿才能在侯府站稳脚跟，再不受旁人掣肘。府里那3人严加看管，不许任何人私自向外传递书信消息。李嬷嬷，你来了。这密信要利用采买队伍送往太子府，事关重大，务必避免泄露。老奴必稳妥办妥，绝不泄密。前门这阵盘查比往常严密，外人难以进出。有人来访，哪怕血口喷人，也说奴婢卧病在床，切勿见客。奴婢明白。陆征出征前已留和离之约，身故之日，即交与我护送归江南。半年搜集赵玉茹与三皇子勾进账册，呈上。你一介深闺内台妇人，竟能收集这般完整详实的证据，心思与胆识，实在非同寻常。覆巢之下无完卵，殿下，臣妇有一计献上。但说无妨。当前只可揭露私情，以分化势力，不宜公开谋逆密谋，免击边关军心。我将暗中派人守候府安全，护送2位。你不必忧心侯府安危，本宫会暗中安排人手在外盯守，一旦府中生出变故，即刻前去接应你们。多谢殿下。父皇，儿臣有紧要事启奏，恳请父皇阅览匣中证据。父皇，三皇子私下藏纳外事，结党谋处，许以高官厚禄结党营私，图谋储位，相关证据一应就全。
来人，即刻暗中彻查，不得走漏风声。是。父皇，儿臣冤枉，请父皇明察。皇上已下令锦衣卫动手，开始收网行动。命令边关军截击陆征，借乱逼宫，夺权必惩。边关粮草断绝，哥哥恐已战死。三皇子阴谋诡计，是故障部陷害陆征，危机在此，我们需静观其变。府中严禁传播流言，家务由我全权接管。父亲，您送兄长入死局，怎能置若罔闻？夫人，边关战况3日无音，外界都说世子凶多吉少，夫人，您不担心吗？担心没用，只能静候。世子，京城中传来消息，说您兵败而亡，边关军心动荡。敌人陷阱早已预判，假死是为了更好反扑。世子早有此计，必须养精蓄锐，待时机成熟，连根拔掉三皇子这颗棋子。镇远侯世子陆征战死边关！镇远侯世子陆征战死边关！世子怎么会死了？这下京城怕是要乱了。世子战死，府中事由我和赵玉茹主理，切不可再生枝节。父亲，您怎能将哥哥推入死地？别冲动，事已至此，唯有谋划后路。边关死讯传来，锦衣卫已行动。边关人马严密截击陆征，趁乱逼宫，夺权必惩。世子夫人得罪了，锁得住身体，却锁不住人心。哼！征儿既已死去，侯府现由我掌控，没人能翻不了天。夫人、小姐们，好好尝尝牢中的滋味。陆征已死，侯府岂能有你们容身之地？今天就让你们尝尝我掌控侯府是何等滋味。当年调换婚约的阴谋是我亲手设计，姐姐你多年暗害，可别以为没人知晓。赵玉茹，你竟如此心狠手辣！娘，怎能让他如此陷害？从今日起，加强看管，严加对待他们。小姐，三殿下说今日公务繁忙不来了，让您千万放宽心，别损了腹中的皇嗣。哼，皇嗣若不能登上帝位，这孩子就是催命符。沈婉宁那个贱人竟然……这就是殿下金屋藏娇的地方。白小姐，你可真是好手段。皇子妃不知何故如此兴师动众，这可是殿下的私人领地。私人领地，皇家血脉不容混淆。你在镇远侯府那点肮脏烂事，真当本宫是聋子？这种贱种不配出生。你敢？我是为了三殿下，这是殿下的长子。那就看看你口中的殿下会不会护着你。拿上来！不要！迎春，快去请殿下！救命！
殿下，是沈婉宁，是她把我们的秘密告诉了皇子妃。她是陆征的妻，这是整个侯妃给咱们设的死局。该死的沈江！若留沈婉宁命在，我腹中骨肉便永无安宁。殿下，你要为幼薇做主啊！不好，这是刺杀杀手的步子。白幼薇丢了那个孽障，一定会彻底发疯。他等不及要我死，这一步他倒是很辣。三皇子怕是也等不及了。影子，此刻不动，沈家密信今日便会被何氏族人焚毁。发火奉令，引父亲留在上京的余当增援，快！守军立即布防，严防死守边关。遵命，马上调动禁军兵力。将军，东侧发现烟火信号。准备突袭，时机成熟，随我行动。已经与三皇子达成同盟，等权力真空之际，我便掌控侯府。一切按计划进行，但一切谋划背后，也要防人心叵测。你们可知，事成之后不过是卸磨杀驴，终成弃子。你我皆知是非黑白，愿为正义行动一次，帮我送份密信出去。是，夫人，我会悄无声息办妥。宫中密信传来，现局一趁皇权真空，内外合威，平定叛乱。即刻调动禁军、侯府中仆，联合边关守军，一击制敌。这是假死布局，令敌人自乱阵脚。夫人密信送来，已确认情报。率领铁骑绕帝后偷袭，伺机逆转战局。天时地利，机会难得。绝不能让敌人突破。冲破禁军，夺取政权，坚守阵地，誓死捍卫皇权。逆贼陆威，串通谋反，一桩桩一件件，罪不容诛。三皇子为皇家血脉，然依罪可废爵，终生幽禁宗人府。准奏。他全是诬陷，我无罪。全是你害我，别以为能逃脱！我曾高高在上，如今沦为弃儿。昔日功过，今视命而了。昔日贵妇，今稍奴工。何少，这些年你暗藏算计，今日终须偿命。三皇子谋逆朝廷，违犯祖训，罪当死刑。顾念皇室血脉，废黜爵位，幽禁宗人府，终生不得自由。遵旨。当皇后是我的宿命，你们休想拦着我！
此处非我等久留之地，务必坚守心境。来日方长，此局未完。又是那个疯女人，听说她是被赶出来的，丢光了陆家的脸。表嫂，你看我是皇后，我会回来的。醒醒吧，别再骗自己了。皇后，笑话，赶紧滚回去！放开他！府中反派皆已清算，府衙已下旨赦免侯府其余同牢。夫人，这府里今日终可重归往日安顿。只要风雨过后，晴空自现。风波虽散，心中却难平。今朝起，我们定要重新站稳脚跟。云开见月明，风雨后的斑斓更显珍贵。真好啊！封臣父沈婉宁策划稳定局势有功，特赐诰命夫人之位。谢陛下恩典，愿尽忠竭力。世子与夫人宜携手同心，共筑侯府盛世。谢皇恩浩荡，誓不负所托。虽蒙厚恩，臣父心意未改，合理己定，请不增阻碍。夫人，请再给我一回机会，生死相依，永不相离。婉宁，从前是我被虚情蒙蔽，错待你5年，如今所有奸邪尽数伏诛，我心中自始至终只有你一人，绝不纳任何姬妾，侯府中废全权交由你做主。婉宁，如今府里终能安稳度日，从前诸多委屈是我们陆家亏欠于你，你若愿意留下，娘往后事事都站在你这边，咱们一家人安稳相守，别再执着和离一事了。嫂嫂，如今风波全都平息，何必孤身回江南？留下来，我们朝夕相伴，有我，有母亲，有哥哥护着你，再也不会有人欺辱你半分。我所求从不是锦衣荣华、侯府主母的地位，只是一份平等真心。可在这里我从未得到，执念早已放下，心中情分也彻底断绝。我去意已决，不会更改。婆母，小姑不必再劝，心意我领，但归途己定。江南是我的根，只有回到故土，我才能真正自在度日，不必困在这座满是伤痛的侯府之中。原来我无论如何弥补，都留不住你。是我亲手弄丢了你，是我活该。我一心想将他留在身边护着，可我留着他，不过是满足我一己私心。他半生困于侯府，满心煎熬，如今太平盛世，我该成全他想要的自由，不能再自私困住他。5年婚约，今日就此画上句点。我尊重你的所有选择，祝你归乡顺累，往后平安无忧。多谢你成全，从此你我两不相欠。青衣，整理行囊。是。把那些侯府赏赐的贵重首饰都留下，我只带家中旧物走。
不属于这里的东西，我一分都不带走。这侯府藏了太多算计与伤痛，每一处院落都有我难堪过往，我实在无法在此继续度日。婆母不必再劝，心意已定，明日清晨我便动身，在城门与诸位作别。一纸和离在手，往后我归江南沈家，你守靖远侯府，从此互不干涉，两不相干，不必再有牵扯。明日一早，我与母亲哥哥一同送你至城门，路上若有难处，随时传信上京，我永远是你的依靠。多谢小姑挂念。这身当年本留给幼薇，如今赠与你，回江南好生调养身子，莫要亏待自己，有空常寄书信回来。劳婆母挂记，晚铭记在心。往后镇守边关，打理侯府，万事珍重。祝你前路坦途，一路保重。江南若遇任何麻烦，无论何时，都可传信上京，我定会赶去相助。夫人，世子一路跟着我们，要不要让车夫停下？不必理会，他有公务在身，各行其事即可，不必刻意相见。夫人，江南水土滋润，一路行来可还适应？若是车马颠簸，可随时吩咐车夫停下休整。此地风光甚好，一切顺累，有劳世子挂心。我只能护你一路路途安稳，却再也不能陪你共度余生。只愿你在江南无忧无虑，岁岁平安。从前困于侯府恩怨，朝堂纷争，终日被执念缠绕。如今天大地大，我终于寻得随心自在的归处，过往爱恨一笔勾销，从此一别两宽，你我各自安好。